第16集。直到前方出现了分岔口，5个人默契地停了下来。有秦悬崖转身：师兄师姐，我要去这个方向巡夜火明星草，门内曾有记载，在这个方向发现过这般灵药，各位还请多多保重，勿要太过深入。刘燕儿也道出她要找的药草，要从另一个方向前行。当下几人开始分组，袁清自然是要跟有秦悬崖一同了，他本来就是来当帮手外加护花使者的。王琦是来见见世面，顺势决定帮刘燕儿找寻药草。随后4个人的目光落在了李长寿身上。我走这条路，要暂时跟各位分开了。李长寿指着不同于4个人的方向，几人同时皱了一下眉。有秦悬崖问：长寿师兄要找寻哪般药草？此事不好言说，不过各位不必担心，多多保重。长寿师兄不如跟燕儿师姐一路。袁清还未说完，李长寿却已经提步踏上了自己所选的路径，脚下运起简单的步伐，衣袂飘飘，长发不舞，迅速消失在了前方林中的拐角处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刘燕儿有些不满地嘀咕了一句。袁清和王琦也略微摇头，大概是觉得李长寿此时不过是碍于颜面，有些要强。反倒是有秦悬崖若有所思，转身走向了自己所选的路径，背着大剑的背影更显纤弱。这个李长寿随便跟着一队不就行了，怎么还分成了3路？乱帐宝林上空的云雾中，盘坐在一朵灰云上的九九气得不断地拍打膝盖，真想拿起自己的酒葫芦闷一口，缓解心底这份愁啊。这一次历练大会，没想到来北去泸州的弟子会这么多，还有4个是门内的宝贝仙种，不能出什么差池啊。现在这5个人偏偏又胆大的兵分3路，九九也是倍感压力。这一个个的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年少不识使之谓啊。不过想想我当年还是小弟子时，心气儿不也跟他们一般高？九九随手拿出酒葫芦，拔开瓶塞，但他略微犹豫，又重新塞了回去。算了，再熬20天吧。因为瘴气影响，九九真仙境的仙识也无法探查得太远。好在这里只是北去泸州外围，毒兽的实力并不高，也很少会有人族炼气士或者妖族活动。后两者进入此地，大都会去更深处。想了想，九九扭头看着后方灰云上站着的宇文灵，本想让他去跟着有秦悬崖和袁清，这样呢，自己也能减少许多压力。但话到嘴边，九九轻轻眨了眨眼。就是说，来路不明者，始终有些可疑，不可轻信之。心底又想起了自己飞踹李长寿时，李长寿给自己传音的这句话。虽然九九有些不以为然，毕竟身后这个大块头看起来实在是不堪一击，但不知怎么的，这九九还真的就犹豫了一下。算了，此时这5个小家伙还走不出我仙识探查的范围，暂时也不用太着急。驾着这朵灰云继续向前，九九不忘扭头道了句：大块头，跟紧点。上仙放心。宇文灵拱手道，保持着3丈距离，驾云跟在九九身后。5个人选了3条不同的岔路，越走自然相距越远。九九思前想后，选择暂时性的选择跟在王琦和刘燕儿身后。对于袁清和有秦悬崖，他还是更放心一些。至于李长寿嘛，九九虽然颇为担心，但总不可能放着2个人的组不跟他一个独行侠，这未免偏心偏得太明显。他准备3组轮流尾随，大不了尾随保护的时长均匀分散嘛。按历练大会的规矩，门内仙人只是将弟子送来目的地，让弟子入内去历练，不用多管什么。正所谓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在险境中能让弟子快速成长，也就要承担折损弟子的风险。在九九仙识的探查中，有秦悬崖和袁清在快速地前往他们要去的区域，
那个生长有焰火明心草的水潭，也算乱瘴宝林中比较安全的区域。这两个人虽然不敢御空，但前进的速度并不慢。两个人全程也没什么交流，一前一后急奔，偶尔遇到毒兽偷袭也是轻松解决。果然还是破天风的弟子最让人省心啊。而九九低头就能看到王琦和刘燕儿的状况，这两个人边走边聊，彼此似乎有那么一丢丢的好感。虽然他们两个人经常遇到毒兽毒虫的袭击，但也都是从容的应对，两个人的实力还是挺不错的。虽然也没有太多事发生，但莫名就是有点不爽呢。九九嘴角一撇，想要观察一下李长寿的状况，仙石挪转，消失了，这么快就被毒兽分尸了？啊，还是被什么凶兽一口吞了？九九眉头紧皱，连忙加大仙石的搜查力度。不对，是有什么屏蔽仙石的手段？能感觉到这家伙的气息就在北方，且在飞速移动之中，前冲的速度比有情玄雅和元清那要快出近1倍。你呀，一个化身9阶的御空疾飞，还往乱瘴宝林深处冲，赶着去找死啊！九九仰头无声咆哮，本就快撑破的麻衣一阵乱晃。他看脸正在研究一株毒花的王琦和刘燕儿，左手向前一点，驾云迅速追向李长寿，把这家伙抓回来，直接塞给王琦看管。但片刻之后，九九冲到了李长寿的上空，保持着跟李长寿同速前行，低头看了一阵，眉头却越陷越深。这家伙似乎是用隐踪符屏蔽自身气息，这样倒是能避免被距离稍远的凶兽发现。且李长寿赶路时并未冒险御空，而是用那套颇为高明的游龙探云步，脚下甚至生出了道道残影，将化神9阶的修为发挥到了极致。不对，这家伙腰上挂着的那只药鼎。九九嗅了嗅鼻尖，闻到了一丝丝古怪的味道，低头思索了一阵，旋即面露恍然，竟然是赤阳毒龙涎。赤阳毒龙生于北海，喜食妖兽毒兽与普通生灵，但因太过凶残，四处杀戮，毁了本就不多的龙族气运，数万年前刚被龙族大肆清理。这种赤阳毒龙涎并非罕见宝物，也算价值不菲。不知道李长寿这家伙从哪儿搞来了一块。有这东西挂在身旁，寻常毒物当真不敢靠近，也怪不得李长寿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前冲。九九眉头轻轻挑了挑，这家伙做了许多准备吗？看来确实是有迫切想找的药草，他想找什么呢？仙长，不如下去问问。背后传来了宇文灵那粗犷的嗓音。不必了，若一味在仙门庇护下修行，成仙了也只是废物点心。第17集，九九伸了个懒腰。走吧，咱们再去看看你家殿下，可莫在背后说我这个做师叔的偏心。宇文灵立刻点头答应，模样有些急切，倒也是符合一个忠心护卫该有的反应。只是在九九转身飞向远处时，宇文灵的腿边飞出了一只黑色甲虫，钻入了脚下的灰云中。这般动作太过微小，且是趁着九九用仙石查探其他4名弟子状况的间隙。饶是九九修为高过宇文灵许多，也并未发现这个人的小动作。待着2人飞走之后，那甲虫继续在灰雾中飞驰，紧紧地跟住了李长寿的身影。啊！李长寿抬头看向天空，疾驰中的他略微察觉到了一丝丝不同寻常，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空中注视着自己，但是仔细观察又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师叔？应该不是，这个目光带着敌意。
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，李长寿停下身形，双手迅速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前方灰黑色的地面突然出现了细微波痕，他一步迈入其中，身影迅速沉入土中，转眼就消失不见。五行遁法，土遁。片刻之后，李长寿的身影在50里之外的一处草丛中钻了出来。周遭聚集的毒虫和几只毒兽迅速朝着四面八方逃窜，被人盯梢的感觉果然消失了。李长寿迅速地辨明周遭地形，低头继续奔驰，随手在袖口拿出了2张符箓，贴在了自己的大腿外侧，速度再次暴增一截。神行千里符较为普通的符箓，可以增强使用者疾行的速度，一般只是给刚迈入炼气境的初阶炼气士准备的。李长寿已经断定了，他们一行5人这次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期之外的事件。乱帐宝林虽然凶险，但这里只是北距泸州外围的外围，只要反虚境的炼气士稍微谨慎一些都可以应付。但是那个半路突然出现的宇文灵，看起来总是很和善的元清，表面十分冷酷，可实际上应该没有什么城府的有情玄雅。公主殿下，俗世王权。李长寿的心底分析出了一条线索，越发的确信这里面必然会发生什么故事。在背后策划之人自以为百算无遗漏，但是让一名世俗王权中的炼气士守将半路出现，而不是去仙门之中直接找内门高人解释状况，阻止有情玄雅外出，这本就有些逻辑不通。算了，这些跟我都没有什么牵扯。李长寿奔跑之中拿出了那张简单的地图看了一眼，目光中流露出了少许无奈。若非已经没什么办法，他也不愿意来这个凶险之地冒险，这完全违背了他在山中狗到老死的人生教条。但是师父，台清在上，百阴不沾，诸邪必异。轻喝一声，李长寿打起精神，继续在满是毒瘴的黑色丛林中疾驰。然而刚过片刻，李长寿又产生了自己正在被人监视的微妙感应，眉头略微一皱，心底也道了一句麻烦。李长寿这一次却没有暴露更多的遁术，而是检查自己储物法宝中的几样斗法用的事物。灵石已经开始寻找合适的埋伏地点，他虽然小心谨慎，却非胆小怕事，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。接下来较长的一段时间，李长寿仅仅是有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，但并没有遭遇什么埋伏或者偷袭。如此精神紧绷了整整2个日夜，施展了几次土遁之法，被盯梢的感觉依然存在。李长寿推算了一下自己此时的方位，已然已经深入乱帐宝林了，应该已经离开了99师叔仙识所能够探查的范围。他一刻都未歇脚，犹自不觉疲倦。此前坚持了许多年的毅力训练，效果也是相当显著。突然间，杀意。李长寿散出去的灵石并没有捕捉到任何的威胁，对方显然是有躲避灵石探查的手段。目光扫了一眼杀意的来源，是左侧那阴暗的丛林。李长寿继续向前疾奔，但他左手手指轻轻地搓动，将一根根如蛛网般的透明丝绳撒在了身侧，右手在另一侧不着痕迹地鼓起了微风。探查利器，重瞳3头猪蛛丝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心底浮现出了一幅有些模糊的画面。一道身穿灰色麻衣、头戴斗笠的身影在林间快速前冲。这个人的身形因为速度太快而略微有些扭曲，身周撑开了一道浅灰色光照。重瞳3头猪的蛛网所能捕捉到的便只有这些讯息。根据李长寿的观察，此人身法较强，腰间的长刀应该是杀人利器，浑身上下更有着一种凶悍的气息，应该是习惯了
刀尖舔血之人。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李长寿调运气息，奔驰的速度突然更快了一些。稍息，侧旁拦袭那个人也跟着提速，且稍微调整着前冲的角度，目标确定就是他李长寿无疑。对方的修为初判为反虚6阶7阶，但是对方有可能隐藏了一些修为，二次判定为归道境6阶上下。因对方是用身法追赶自己，而非更有效率的御空飞行，成仙的几率很低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自己果然被卷入了奇奇怪怪的事情当中。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置？李长寿的第一反应是施展遁法逃开，但他很快地意识到，自己这2日一直被人盯梢，应该是对方有什么追踪自己的手段。若这一次逃开，对方依然会不依不饶地对他出手，自己将更加危险。前方5里之外的丛林中，有一片长满了毒草却没有树木的空地。李长寿心底轻哼了一声，右手扣住2只小小的纸人，体内气息悄然间汇聚于右手掌心。五行轮转，厚德化生，重浊无阻，屠者在众。前方灰白色地面出现了少许褶皱，李长寿再次施展土遁，但身形没入土中之后，右手便光芒大作。侧旁追赶李长寿之人眉头一皱，这人冷哼一声，感应到大地之中快速穿梭的那道气息，再次跳转方位，速度再增，急速追赶上去。稍顷，李长寿在一片毒草堆中钻了出来，身形一震，将身上有毒性的土壤和几只毒虫震飞，抬手为自己更换了几道避障符，随之便要再次疾驰。正此时，侧旁突然出现剑啸声，一抹寒光比这剑啸还要快上3分，径直斩向了李长寿的脖颈。李长寿豁然转身，但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，脖颈便被那细长的法器长刀砍中，头颅向后抛飞。第18集，一缕灰烟轻轻扭曲，那头戴斗笠身披灰衣的炼气士在李长寿身后现形，斗笠的前帘飘起，露出的嘴角挂起了冷冷的笑意。果然只是化神境，得来毫不费功夫。你……他话语突然一顿，猛然低头看着自己脚边，被斩了头颅的李长寿竟然抬手抓住了此人的脚踝。这个刺客的反应十分迅速，立刻就要向后急退，但是眼前突然一花，浑身力气就像是被抽空一般，自身法力气息竟然变得无比的懒惰，完全无法运转。此刻，这位刺客看到下方抓住自己脚踝尸身的腰带上有一只被打开的小壶，中计了。这人奋力一咬舌尖，想要借此清醒，但是此时却连咬破舌尖的力道都没有，眼前更是昏昏沉沉。这是李长寿自研的迷药软仙散。正此时，一道流光飞到了刺客头顶悬停，那却是一张镶满了各色灵石，模样有些古怪的纸伞。纸伞只是轻轻一转，其上镶嵌的灵石四散飞射，一座直径15丈的隔绝阵法凭空出现，以宝伞为阵基，将此地与外界瞬间隔断。自研法宝幻天宝伞。李长寿的身形缓缓从地面钻了出来，右手一扬，3张纸人迎风而长，砰砰2声，尽化作了李长寿的模样，向前急扑过去。道门术法，剪纸成人。纸人还没有冲到刺客身前，李长寿左手已经抬起一把青铜短弩，毫不犹豫地扣下了短弩扳机，一支木箭激射而出，精准灌入刺客的眉心。斗笠向上抛飞，露出了那张有些狰狞消瘦的面容。短剑齐根没入这刺客额头，让他双目之中的神光迅速消退。
这名刺客发出了最后的一声怒吼，依然是绵软无力，而他的嘴刚刚张开，那3道纸人分身已然冲到。纸人1打出了3根长钉，直接刺入刺客的上中下3丹田处，锁其3魂，定其7魄。纸人2双手连连结印，口中喷出了一股浅白色火焰，这火焰将刺客身形完全包裹，刺客的肉身被这白色火焰给点燃了，如雪人遇到了源源不断的沸水，迅速消融，甚至这个家伙都没能发出半点惨叫声。纸人3的口中振振有词，用的是镇魂灭鬼咒法，身前凝出了一道道波痕，将白色焰火中出现的虚影瞬间震散。到此时，这个刺客已经是魂飞魄散，只剩下一小撮残躯被白色的焰火给吞噬了。李长寿犹不放心，扔出了一只拇指大小的宝珠，宝珠轻轻旋转，一点点微弱的浅绿色毫光被他给吸纳，没有给对方留下一丝丝的残魂。提着青铜短弩向前走了几步，李长寿小心地握住宝珠。此时白火已经熄灭，地面上只剩下一小撮焦黑的骨灰，半截剑刃以及一只小小的戒指。3个纸人分身此时齐齐盘坐而下，口中开始快速地诵读经文。一位纸人诵读道门渡人经，一位纸人诵读西方教流传甚广的往生咒，另外一位纸人则诵读道门消灾祈福咒。李长寿随手将那枚玉石戒指射入掌心，并未急着破除其上禁制，只是用法力层层包裹，扔到了自己备用的天字4号储物法器中。随后他盯着宝珠看了几眼，面露了然之色，从3个纸人身旁绕过，开始施展土遁之法。待着纸人快速地诵读完各自经文，地面刚好出现了微小的波痕。李长寿长袖挥舞，刺客留下的那一小撮灰烬随风飘扬。3位纸人纵身跃起，在半空化作3张巴掌大小的纸片，飞回了李长寿的袖口。收散，一颗颗灵石回返散面，大阵瞬间消散。李长寿左手并起剑指，一抹剑气涌出，穿透上方的毒雾，精准打在一只黑色甲虫上。那甲虫顿时被炸得粉碎。这一番动作简直是一气呵成，仿佛之前演练过无数遍。李长寿又扭头看了眼已经恢复如常的地面，对着那一张没了脑袋的纸片人轻轻一点，将这纸片直接引燃，再不留半点痕迹。一步迈出，李长寿身形没入地面，消失不见。炼制一个纸人也是颇为费心力的说，不过有这家伙的家底做补偿，总体还算不亏。李长寿在宝珠所收集的残魂中看到了许多记忆片段，也顺势了解了这伙人的目的和全程布局。偷袭自己的刺客名为刺鸠，修为在归道境2阶，是被人用灵石过来专门做脏活的炼器师。之所以来偷袭自己，是为了自己身上的传信符，想要通过传信符调虎离山，将99师叔吸引来此地。只要99师叔赶来他这边，这伙人就会立刻对刘燕儿和王琦出手，再用他们做诱饵，将99师叔引入一处困阵。而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那个什么国的6公主有琴玄雅。但是这伙人并非是为了杀有琴玄雅，这一般的周折布局好像是为了达成某个更龌龊的目的。从这个刺客的记忆碎片中得到的信息判断，背后主使者似乎就是同门师弟袁清，或者是袁清背后的某个俗世势力。果然啊，看人不能只看脸，暖男大半都是假象。但是这些跟他毫无关联，对方如此大费周章的要把99师叔引入困阵，显然是不敢正面与99师叔交手，那李长寿也不必担心一位真仙境高人的安危。微风吹过，独杖归来，
这一片空地再次恢复宁静，毒草轻轻晃动，除去有一小堆毒草被烧成灰烬之外，再没有半点痕迹留下。任谁都不会想到，片刻之前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不怎么激烈的生死战。把视线转到东海之滨一处沙滩上，数百名弟子正在与海水中源源不断冲出来的虾妖展开激烈大战。战场的一角，几名练气境的小弟子躲在一处礁石后，念动咒法，催起法器，驰援着前方冲杀的几名师兄师姐。但他们的目光皆被不远处站着的那道倩影所吸引。只见蓝灵娥的手中握着2只瓷瓶，朝着前方轻轻地洒出一点粉尘，而后小嘴吹出一口灵气，这些粉尘瞬间对着10多只冲来的虾妖卷去。这些本就不怎么聪明的虾妖瞬间变成了软脚虾，一只只瘫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双眼乱翻。灵娥提着一把短剑飘然飞出去，一只只挨个补刀，下手十分精准，直接刺破其妖魂，动作却是仙气十足。很快他便转身飘回自己刚才站立的位置，等待着下一波海潮来临，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不少同门弟子的观察对象。第19集。哇，师兄炼制的这些毒粉简直太好用了啊！也不知道师兄现在是否平安。北居泸州那么凶险，据说一只虫子都能要了仙人的命呢。臭师兄总是叫人家稳重点，自己却偏偏去冒险，还不带上他机智勇敢的小师妹。灵娥越想越气，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片阴影。灵娥师妹小心，快闪开！突然间耳边传来了几声着急的呼喊，灵娥下意识地抬头，却见7、8只虾妖已经冲到了自己面前，10多把明晃晃的大钱刀对着自己当头劈下，地面还有一个个坑洞，这些虾妖是从地下偷袭而来的。电光火石间，灵娥轻呼一声，随手在袖子中拿出一只瓷瓶扔了出去。大师兄的嗓音也在他心底响起，遇到紧张情况或者是难缠的敌人，就扔这个瓶子。那只瓷瓶在妖群中炸碎，其内冒出了一股青色烟雾，转眼间将这些虾妖包裹。下一瞬，一只虾妖悬停在半空，海风一吹，这些虾妖有着坚硬外壳的身躯凭空消散，直接化作了漫天七彩斑斓的气泡，随风轻轻飘荡。蓝灵娥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但是随之就感觉到周围的氛围有些奇怪。她扭头看了眼，却见几名冲向自己这边的师兄师姐身形僵在了不远处，一个个面色颇为古怪。灵娥轻轻地眨了眨眼，当啷一声，有一个化神境的男弟子长剑落在了脚边，赶紧低着头捡起来。灵娥师妹，你忙？我们就路过。刺灸的气息消失了，那个化神9阶的渡仙门弟子也消失了，这事儿有些古怪。密林深处，一处隐秘的山谷中，几道黑影潜藏在一处灌木丛中，在传声商量着什么。一人骂道：“八成是拿了好处杀了个人就直接走了。哼，这般人物当真是信不得，还是自己培育出的手下可靠一些。”困龙阵准备好了吗？已经摆好了，绝对能困住那个渡仙门的真仙。很好。虽然情况有变，但问题应该不大。主事者沉吟几声。稍后给四公子去信，安排一拨人故意劫杀四公子，把那个渡仙门真仙吸引过去。我们亲自出手，将那2名弟子抓去困阵中，再将这名真仙引入困阵。此事事关复国大业，六公主是最好的机会。这次
必须控制住六公主，顺带也让四公子得偿所愿。几道黑影轻声笑了几声，主事者做了个攥拳的手势，其他几道黑影四散离开，迅速消失不见。半日之后，几名黑衣人突袭袁清与有金悬崖，袁清当机立断捏碎传音符。正在王琦和刘烨儿上空盘旋的九九突然精神一振，转身冲向西南方向。宇文林勉强跟上九九的身形，跟在他身后。九九刚飞走，下方便有10多股气息冲出，更有2名归道境的炼气士出手偷袭，将王琦和刘燕儿打晕带走。半个时辰过后，九九又急匆匆地飞了回来，宇文灵却留在了袁清与有琴悬崖的上空暗自保护。此时九九也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，但自己冲得太快，等他找到刘燕儿与王琦时，自身已经陷入了某处大阵。周围遍地白雾，仙石探查四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将王琦和刘燕儿夹在肋下，九九在困阵之中一阵乱飞。本就不擅长阵法之道的他，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原地打转。还好有个大块头将军去守着袁清和悬崖了。九九心底刚松了口气，想静下心来思索破阵之道，但是耳边又浮现出了李长寿进入乱帐宝林时那声叮嘱。九师说，来路不明者始终有些可疑，不可轻信之。那个宇文灵莫非……一时间，九九额头上泌出了2滴冷汗。这一环扣一环，我好像从开始就上当。李长寿那家伙怎么样？他修为最低，会不会已经被这些人害死了？这些人8成就是冲着玄雅和袁清来的，我早先怎么就没发现呢？九九破口大骂：你们这群小小之徒，有本事出来跟本仙大战300回合，用这些鬼魅伎俩算什么炼气士？然而大阵范围内只有一群群毒虫和几只同样迷路的毒兽，完全没有半点回应。哎呀！九九把昏迷的2个人往地上一扔，一阵跺脚，身上麻衣短衫处某处区域的绳线一时间岌岌可危，压力倍增。阵法什么的简直烦死了。而后仙节草这个东西还真难找啊。进入北距泸州的第12天，走出乱帐宝林后，李长寿又朝着西北进发了1600余里，按时抵达了他那张地图上标志的区域。这片区域大概方圆300多里，有丘陵、沼泽、山脉末端等复杂地形结构。因为稍深入北距泸州，毒兽毒虫比外围凶猛了许多。李长寿一直保持12分的警惕，小心翼翼地搜寻着自己想要找到的那株毒草。但是连续搜查6日，各类毒草灵药采了不少，但是自己冒险前来北距泸州的主要目的依然是没有半点踪影。这日午后，忽逢一场毒雨，从空中落下的雨水竟都是剧毒之物。李长寿不敢贸然活动，就近找了一处悬崖，在悬崖上开了个洞，钻了进去，临时探查山壁各处，等待着雨停之后继续找草药。这6日来，他已经将这片区域快搜查完了，依然找不到仙节草的踪迹。仙节草，仙节草，何必如此躲猫猫？大家痛快点，见个面不好吗？李长寿打个哈欠，盘坐在洞中，将自己的状态调息到最佳。他是在一本古籍上得来的讯息，发现这片区域有仙节草生长。直接来这儿寻找，是获得这株药草代价最小的办法。如果真的找不到，李长寿决定稍后回去的路上去之前的那个镇子碰碰运气，哪怕倾自己这100年来坑蒙拐骗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有零食宝物，能换来一株仙节草也是值得的。若是此路再不通，
那李长寿也没什么办法了，只能够回山之后再做打算。第20集，这场大雨来得急，却一时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李长寿也难得可以休息一下，略微放松紧绷的心神。自己虽然有一小撮赤阳毒龙涎，一直免受毒物侵扰，但身处这般险地，他也很难对自己说不必担心。九师叔应该无恙吧？又想起了9天前自己灭杀的那名炼气师，李长寿拿出那颗摄魂珠，想要看看那些记忆碎片，其内的残魂却早已经消散。罢了，总归与我无关。这伙人计划周密，又有元清这个大暖男做内应，凭九师叔的头脑，应该很轻松就会被诓入大阵。九师叔这个人修为高，性情也算可爱，但有的时候就是性子太着急了一些，酒劲儿上头就会不管不顾。倒是可惜了那个有情悬崖，在仙门中修行这么久，依然是躲不过俗世的王权争斗，而他身边一直大献殷勤的青梅竹马，却是最为居心叵测之辈。李长寿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，也没有去拯救公主、改变他人命运的义务。有情悬崖在他的眼中，也就只是一个容貌出众的麻烦而已。这种大因果，自己能躲就躲，躲不开也不能被牵扯进去。头顶突然传来了阵阵雷声，李长寿开始检查自己还剩下的各类资源。丹药充足，符箓充足，赤阳毒龙涎还可以再撑9日，足够自己探查完这片区域，而后从容地离开了。接下来自己如果动作再快一些，将这片区域搜索完，还能向北面或者西面多搜寻一些区域。先结草啊，先结草，老哥现在很狂躁。轰的一下，山壁突然一阵震颤，这抖动的频率，李长寿迅速扩散开灵识，很快就看到了头顶云层的异样。云雾形成了一口漩涡，其内有雷光闪烁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挤出来一般。掐指一算，乾坤有变。李长寿在身周撑开了一层法力罩，立刻从岩洞中冲了出来，迅速落向地面，准备施展探云游龙步。可他身形刚刚下落，就听头顶一声轰鸣，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从漩涡之中冲出，如落雷般急速撞到地面。这人影恰好落在了李长寿落脚点前方3丈，溅起了一堆泥泞。李长寿的身形迅速后撤，3张纸人已经扣在掌心，但紧接着李长寿看清了被包裹在一层浅红色光照中的身影，眉头略微皱起。这是老天爷瞧我挖灵药毒草挖得太舒坦了，特意给我增加一点任务难度？还是我这次出门犯了什么命煞？这场是写在我命里躲不开的小灾祸。他眼前这个身着火红仙裙的身影不是旁人，正是有情悬崖。只是他此时受伤颇重，左肩之上有一道深刻脊骨的伤口，鲜血揉杂有毒的雨水顺着玉臂不断地滑落，右手紧握的大剑也没了剑鞘，剑身上有着几道蛛网般的裂痕。他身上的伤痕最少有10多处，但都避开了要害。在李长寿看清楚他的同时，有情悬崖也看到前方雨帘中有道身影，他低头喷出了一口鲜血，目光透露出几分决然，拄着大剑慢慢站起，但又觉得这个身影有些眼熟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灵识散不开来，并未感觉到有追兵来袭。联想到刚才的动静，显然是有情悬崖动用了什么逃命的宝物，直接利用乾坤术法挪移到了此地。但要命的是，偏偏是此地。面对同门见死不救，若是有情悬崖活下来，
回到师门内告他一状，也够他受的。但李长寿并不想卷入这场纷争之中，这本来就跟他毫无关系啊。虽然被告一状的确会很麻烦，但也就扣一扣月供什么的。哎呀，雨好大，雨好大，视线完全被挡住了，啥都看不见的。哎呀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李长寿低声嘀咕着，淡定地转个身，面对着背后的山崖，双手开始迅速捏起土遁的法诀。在线等一个愚公，急！长寿师兄，有秦玄雅有些错愕地看着雨幕中李长寿的背影，低头咳出一口鲜血，又急声道：“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你修为太低，他们人多势众。”话语还未喊完，有秦玄雅的双眼已是无力地闭上，自身气息彻底混乱，伤势爆发，连人带剑扑通倒在了泥泞的路面上。头顶阴云中闪出了一道闪电，雨声越发的嘈杂。算了，看在你还算有良心的份上，用土遁带你办成，后面我就真的管不到了，只能让你听天由命了。只是咳嗽2声，浑身上下传来的疼痛就让有秦玄雅从昏迷中迅速清醒。这是何处？有秦玄雅有些机警地坐起来，乌黑的双眸闪烁出浅红色的毫光，这阴暗的岩洞在他眼中顿时如同白昼一般，分毫毕现。如他这般已经修行到了反虚境4阶的炼气师，暗中事物自不在话下，不必刻意修行什么法术。最先映入他眼中的就是岩洞出口处那块大原石，原石应当就是从此地挖出去的，与岩洞的轮廓完美契合，只在周遭留下了一缕缕透光的缝隙。外面此时应该也是晚上了，光线十分昏暗，灵石散出，方圆几里只有少许的毒兽活动，除却自己之外，再无任何人影。我得救了。心底浮现出了几幅画面，是自己被众贼人围攻，苦战之后被擒，在对方准备蛊虫的间隙得了个机会，撕开了师父赐下的保命符箓，挪移千里。这般挪移是不确定落点的，本就是十分冒险的举动，好在他掉在了一处大雨滂沱之地，又在雨帘中看到了那个最近刚认识的同门师兄。是他救了我。看到了手边不远处放置的2叠符箓，几只瓷瓶，有秦玄雅略微愣了一下，随后他低头看脸自身，那本自有些苍白的脸蛋突然爬满了红晕，轻轻咬了一下粉嫩的薄唇。可惜了，他这般美人极少出现娇羞的神态，此时却无人能够欣赏。李长寿早已经溜了不知多久了，